累的话就回去休息吧，不用陪我的。我说我会陪你，就会陪到底。今天放你一马吧。我看你放你自己一马吧，你不怕累坏你自己？哎，干嘛带我来看冷气啊？最近我爸半夜起来都是满头大汗的，跟他说了很多次，把他那一台恐龙时代的冷气机给换了，他就是不肯。哦。 你想要买新冷气给师傅啊？那算我一份。不用吧？干嘛？你怕师傅知道我有份不肯说什么？既然你那么有心，那好吧。奕晨啊，你为什么每天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啊？你不觉得辛苦吗？我一安静下来，就会想起以前的事。 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，我只好让自己忙，让自己累，累到一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就可以立刻睡觉的那种程度。只有这样，我才会比较好过一点。其实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的，我可以，我们都愿意一起承担啊。 请问需要帮忙吗？我们想买一台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？好，没问题。Simon Fitness 跟一级道馆最大的分别是我们地方大，学生多，课程也多，那当然赚的钱也会多。学生多，那课程也会多，你的工作量也会提高。 我当然不可能白白请一个人回来，什么都不让他做。我明白。你除了要安排课程、联络教练、联络学生之外，还要把这整间练舞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后面还有2间厕所，你每天下班之前都要把它洗干净。洗厕所？知道了，师叔。不过师叔，这里要做的事那么多，我的薪水可不可以高一点啊？ 你学历不高，没有工作经验，我是看在我们是同门才给你这个价钱的。放心吧，好好的做下去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啊。好介绍啊！你就认真做，我会 back you up。这是什么工作来的？薪水又少，要包山包海，简直是欺诈员工。 你刚才还说要 back me up， 还不帮忙？喂，你没有听到我在跟你说话？好啦，有工作好过没工作，还敢嫌？哎，
你先帮我看看这个。什么？文凯，你想干嘛？你弟弟的身手不错，而且对练武很有天赋。我觉得如果由我来训练他，他肯定可以成为武术界的明日之星。你想他加入一击道馆？对啊，我想过了，师傅说的对，那个豆豆跟闽南的资质啊，真的不行。我们应该重质不重量，天才一个就够。No。为什么？你先去问问他，可能他有兴趣呢。就算他有兴趣，我也不会答应。他的手是来拿手术刀的。练完武术啊，手术刀拿得更稳。你以前也很喜欢练武的啊，为什么你现在抢手位？我警告你，你敢动文凯，我就用手术刀帮你分尸。陈明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特地来找你的，我想邀请你加入一击道馆。不必了，我对跆拳道比较感兴趣。真的不考虑一下？不用了。刚才的对打，你太紧张了。虽然你悟性很高，很快就可以看出对手的破绽，不过你太着急了。还有你的脚，一直动来动去的，这样子你的下盘会不稳。时间长了，对手是会看出这个问题。你试试看，先稳住双脚的节奏跟步伐，再看出对手的破绽，说不定可以反败为胜。试试看。你试试看，先稳住双脚的节奏跟步伐，再看出对手的破绽，说不定可以反败为胜。这就是自由搏击赛，刺激吗？6大道馆之间有一场友谊赛，我先帮你们报名。啊，我不会打架的嘞，可以参加吗？距离比赛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这段时间你们努力一点，全力以赴。再来，算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们先学马步，蹲下，腿打开，手叉腰，很好。腿低一点，开，开，低一点，腰挺，出拳，1、2、1，低一点，好，稳着，1、2、1。他们还新，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嘛。我不想3个月后他们在其他道馆面前丢脸。不参加就不会丢脸了。说什么？我说可以起来吗？再来，1。文凯，你们这里还收人吗？你想加入一击道馆？是我找他的。怎么样？决定加入我们？我看了你发给我的视频，我想要参加国际少年自由搏击赛。放心，我教出来的都会是精英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冠军。一言为定。干嘛对这奖杯傻笑啊？告诉你，文凯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，配上我这个明星教练，觉得我们很快就可以帮一击道馆争光。争什么光？要比你自己比。我已经说了很多次，不要把文凯拉进一击道馆。为什么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？我没有逼他啊，是他自己要加入的。不相信你问奕晨。如果不是你在作怪，他怎么会加入？
他准备入学考试的，他不能分心。他又不是小孩子，他会自己分配时间的。你很了解他吗？他是我弟弟，不是你的。我说，我觉得比你更了解他。你说什么？舒雅，文凯是个练武的好材料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可以承认这一点？我再警告你，不要打他的主意。哎，不要管他。舒雅，舒雅，你等等，听我说好吗？不用再说了。文凯在武术这方面真的很有天分，难道你想埋没他的才能吗？我就是不想埋没他的才能，才希望他当一个外科医生。我这个决定是不会错的，他以后一定会感激我。你都帮他选好了要读外科。当然了，当外科医生可以赚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文凯都已经那么大了，有他自己的人生，就让他自己做决定吧。他才几岁，怎么懂走哪一条路对他比较好？那如果他听你的话，将来后悔怎么办？不可能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当了医生，但失去了兴趣，你觉得他会开心吗？你说得很轻松，兴趣这种东西能当饭吃吗？我是他姐姐，我得为他的前途着想的。你们是不会明白的。哎，姐，今天这么早回来啊？你以后不准去道馆。为什么？你很闲空啊？你有很多时间吗？我是用课余时间去啊。那是让你好好温习功课，好好念书。就算你不念书，也应该好好休息，不是跑去道馆浪费时间。怎么会是浪费时间呢？那是我的兴趣啊。你现实一点可以吗？兴趣有什么用？它不能帮你赚钱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钱？我是在为你以后的生活着想，这样有错吗？难道除了赚钱就不能有自己的兴趣吗？那我就没有兴趣吗？可是为了生活，兴趣就要放一边。所以我才这么坚持自己想做的东西，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二个你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念医科，我只是希望我能在同时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知道你把希望都放在我身上，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。就这一次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医科和武术我一定可以兼顾。如果我的成绩退步，我会马上退出。这是你说的。嗯，我说到做到。来，教练。哎，教练，为什么他们也在？虽然你们两边都是我在锻炼的，从今天开始，体能的训练我会让两边一起锻炼，希望你们可以互相学习，互相鼓励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先暖身，然后10圈青蛙跳 ，Go！ 教练，能不能？不能 ，Go！ 来吧。小心！没有。豆豆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你们这样也算锻炼啊？一个是常站的青蛙，一个是发软的青蛙。你们可以不要拖累我们吗？我们训练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是专注，千万不能被无聊的人影响，知道吗？嗯。来，我们继续，一起加油！来，走。击过。莲娜，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，我们习武之人不只是练身体，我们还要修心。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欺负别人？你骂人的样子也很帅。你给我认真一点。教练，我一直都很崇拜你，你是知道的。莲娜，我们只是教练跟学生的关系，麻烦你不要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好吗？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啊，
更何况我们都已经认识很久了。你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你不如好好的练舞。要是这件事给你爹地知道的话，他会怎么想？你好好反省一下。没礼貌，偷听别人说话。喂！吓死我了！找郑斌啊，他还没到哎。你是不是喜欢教练？你真的喜欢教练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我警告你，你不可以喜欢教练。李烈，怎么在这里啊？教练，你是不是因为他才不答应跟我在一起？不要乱说话，回去吧。我不要。够了。不需要那么凶吧？你走开。李烈，你再不回去，我叫你爹地过来。你以为用爹地来吓我，我就会怕吗？我喜欢你有错吗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跟你，你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回去。来，你说排队排到门外的，都是这些小妹妹啊？你不要听他胡说。看得出他很喜欢你啊。谈恋爱嘛，又不是什么严重的事。但是我警告你，如果师叔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杀了你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他。哦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反应不需要那么大吧？怕你误会了。我怕你误会，到处跟人家说。我又不是那种到处随便乱说话的人。Hello。你又想干嘛？你怕输啊？谁怕谁？来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会去一级道馆？这场明明还不错，难道跟那2个废物一起练习，效果会比较好？我也真的不明白哦，你这个人看起来明明挺聪明的，可是为什么说的话都好像没经过大脑，那么令人讨厌？难道这样会比较让人喜欢吗？哇，哪里有人这样发脾气的？是，我就是这样，喜欢无理取闹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令人反感，不值得被人喜欢。喂。喂，你哭什么？明明是你先发脾气的嘛。好了，你就别哭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将心比心，多了解一下豆豆和闽南的感受嘛。不想别人瞧不起，就靠自己；自己没出息，就不要怨别人。爸，看我买了什么给你。今天商场大减价，所有的东西都好便宜哦。买了一些保健品，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，把它带走。为什么？我一大早赶去商场帮你排队买的。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呢？你做什么决定，是不是要先问过我？还有，你每天早上7早8早拉我起来陪你一起做运动，害我晚上睡不好。做这些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为我好，
为我好就不应该经常给我添麻烦。本来是简简单单的生活，你一来就把它打乱了。这些东西我都不要，带走。对不起，我还以为反正东西都买了，也不能退货。记得吃，对身体好的。Hello， 维尼，我的房间租出去了吗？哈，那还有没有其他房间出租啊？那可以帮我留一下吗？我爸不是很喜欢跟我住在一起。谢谢，拜拜。爸，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的行李呢？就算你真的要我搬走，也不用做得这么绝吧？你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在那个地方的。猪肚汤、番茄炒蛋、白斩鸡、西兰花木耳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就我们2个人煮那么多干嘛？浪费食物。你花了那么多力气，当然要吃多一点嘛。吃不完也没关系啊，可以放在冰箱，明天我可以弄热，给你当早餐。爸，谢谢你帮我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，辛苦了。谢什么谢？我又不是老到不能动。这里本来就是你家嘛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要再买什么保健品给我，我不需要。知道了。其实我只不过想要尽做女儿的责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没真正的关心过你。每次见面，聊不上几句。我只能在道馆外偷偷的看着你，看你过得好不好。从现在开始就让我好好照顾你好吗？你要真正关心我的话，就让我安安静静吃完这顿饭。才几岁人了，就那么啰嗦。那，你最喜欢吃的鸡腿。谢谢爸。说明的爱是你最理想的，隐隐约约存在着，在你寂寞的片刻，早习惯挥之而去的苦涩，有种爱说了忍了懂了，换来的只有心疼。发现的我才是最懂事的。才喝一点酒醉成这样，
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我爸跟我说了，说什么？他说你的东西不应该放在这里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他要我搬我房间住嘛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搬回家住了。他还帮我打扫房间，还夹鸡腿给我吃，好开心。就是。神经病！喂，那你跟你爸现在和好了？只可惜我哥不在了。伤心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陪我去坐船，来。等一下。最近很喜欢忙东忙西的，你在逃避什么？我早就觉得你有点怪怪的。你有什么事，你可以跟我说的。当年我哥为了应付嫡媳妇，用了激烈的方式来练我。不管他经历多少痛苦，他还是坚持要参加那场比赛。你的手都肿成这个样子了，你不要再练了。你一定要替我保密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受伤了，尤其是爸。可是我只想尽快提升我自己的功力。所以我哥的死，真的不是你的错。如果我早一点说出来，他就不会死了。所以你问我在逃避什么？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是我害死我哥的。之前几次的训练，我发现大家的肢体不协调，四肢控制的也不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会再教一次一击套拳，提升你们的能力。医生，你来示范一击套拳。为什么是我？你已经很久没有练拳了，加上你是助教，你应该跟上大家的步伐。就因为我太久没有练，我怕我忘记了。而且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助教了？怕什么？有我在，你不会我也教到你会。来，开始。停。你们注意了，这里呢，腿可以张开一点，蹲低，夹紧。 哇，江丽一师姐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好像韩剧里的男女主角一样，就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到这个时候还会有音乐嘞。你很多废话哦。这套拳会了吗？打一次来看看。Sorry， 我还不会。依晨啊，昨天晚上哇，好像要下雨了。有吗？
天气很好啊。我是说昨天晚上，我们两个。我爸跑到哪里去了？不是说跟红叔去喝茶？对哦，忘了。我只是想要问你，昨天晚上。舒雅怎么还没到啊？是不是Summer Finesse让你太忙，他走不开？你可不可以听我把话说完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。加料加料，叉烧烧肉送到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今天特别美是吗？特别丑啊！怎么可能？他干嘛？怪怪的。别管他。哎，你在师叔那里工作的怎样？还习惯吧？还可以。最近他们有个 promotion， 只要孩子是会员，就可以带父母一起来做运动，享有50%的会员折扣。所以最近有很多年轻人带父母一起来 join member。师叔蛮有生意头脑的，所以他才会赚大钱啊。其实我想过了，如果真的要重整道馆，就要学师叔的做法，宣传方式要更现代化，还要做行销包装，还有广告宣传，这样才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来 join 我们。我也觉得一季道应该改变了，不过还是不可以改得太过分，毕竟师傅还没有完全认同我们。是啊，我爸这么传统，这些宣传啊、广告，他是不会接受的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永远招不到人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明白那2个小狗为什么还愿意留在这里。可能他们真的很喜欢武术呢。小明，你觉得呢？应该是吧。一成，今晚我不回家，我在这里过夜。有一件事我想做很久了。原来你是想要 pillow talk， 我还想跟你 pillow fight。我们有多久没有聊天聊到天亮了？哇，好久哦！以前读书的时候，你常常在这里过夜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想要见我哥，才拿我当借口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当时你没有拆穿我？不想棒打鸳鸯嘛。再说你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大嫂，就让你在这里实习一下。以后如果你要过来这里 pillow talk 的话，随时欢迎你，把这里当成是你家吧。好啊。哎，报告一下你的感情状况，现在有没有人追？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最近有个客户对我有点怪怪的。什么怪怪的？他对你毛手毛脚啊？才不是呢。那怎么样？就常约我出去，陪我做我喜欢做的事啊。以我的经验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很好，又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事，那8成是喜欢你了。如果你也喜欢他的话，就把握机会，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以前我还没有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，对我很热情，还做出一些很突兀的事情。比如说写 blog 啊，他有一天突然说要跟我交换日记。干嘛？我就觉得奇怪，我哥怎么会那么喜欢写 blog 啊？不管功课有多忙，练舞有多累，他一定会抽出时间写的。原来都是因为你。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每次都需要一峰迁就我。每当我需要他，他又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就会发脾气。他写给我的日记，我还故意不看。我觉得好幼稚。他不会怪你的，他就是喜欢这样的你。真的吗？哎，不能进去，我爸会抓狂的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以前我试过进去，他大发雷霆，之后就不允许任何人进去了。
知道当年你不希望我和一峰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一直瞒着你。不过其实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我知道都是因为我，他才无法专心练功。师父，我想。 我只想说声对不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好了，没事了，继续练习。教练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你说呢？是不是因为那天我嘲笑他们，你不开心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下次不会再这样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会跟一起道馆的人和平相处的。 那这句话是你说的，你要记住。好了，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谢谢教练。依琳，你还好吧？刚刚有没有摔伤呢？你干嘛过来扶我？我只是怕你受伤啊。以后不要多管闲事。你看起来很在意教练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才没有，不要乱说。那你等下有空吗？ 要不要跟我吃晚餐？没空。停！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？ 这么基本的动作，我教了1个礼拜，你们还没有学会。我不要求你们有天分，但是至少也要努力吧。尤其是你们2个，我看你们的进度就知道，平时你们根本没有在练习。教练呢？我看他们应该是没什么事。我还没有说你。你体能明明就不错，为了迁就他们，你拖慢自己的进度，你觉得这样做对吗？算了吧。 与其在这边浪费时间，还不如不要训练。我会把他们训练好的，他们只需要多一点时间。那就证明给我看啊！听到没有？是教练。我这里有3支 Fitness Tracker。 送给你们。现在就算我不在，我也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训练。马上出去，1个小时之内给我跑8公里 ，Go， 走。等什么 ？Go。你们为什么要学武术啊？因为我从小都喜欢看武侠小说，看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武功高强，飞来飞去，好像很厉害咯。你呢？好玩。就这样。那你呢？为什么要学武啊？我从小就没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，什么东西都是我姐决定的。
我很喜欢运动，所以加入了跆拳道。一开始也只是因为好玩，当做兴趣，直到我遇到了教练，加入了一级道馆。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。我的目标就是要拿武术冠军。你一定可以的啦！听说你们也参加友谊赛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还没有比都已经知道你们根本不会是我们的对手。到底谁有实力？到时打一场就知道了。现在就可以打。站！不要太过分了。住手！你是狗吗？就算被人打败，也要堂堂正正的。为啥要用那么下三滥的手段？我都没有错，是他们先出手的。而且打架本来就是这样啊，能赢就好了。那你跟流氓有什么差别？你练武来干什么？你去打架就好了。教练，文凯只是想帮我而已，你就不要生气啊。我气的不是你们出手，是你们故意去伤害别人。难道要我们乖乖被欺负，乖乖被打吗？练武就是为了要来解决问题。你们知不知道“武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武是由止、戈2个字合成的，所以要能止战，才是真正的武功。要怎么止战？以暴制暴，以武制武呢？习武之人要有仁者之心。我们学武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保护我们爱的人，不是用来伤害别人。文凯，跟我来。出手吧！啊！出手！再来！接来飞攻，强不欺弱，以武止战。这些都是我们一击道的精髓。怎么样？打不打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我知道这些道理对你们来说有点深奥，你们几个臭小子，回去给我好好想想，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教练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。练武是为了保护爱的人，就算出手也不能伤害别人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犯了。我本来就不喜欢打架。我是魔鬼教练，跟着我就是要吃苦。开始暖身，扎马30分。女兄。来，几点？1点。还27分钟，干什么？就在这里，可能他们真的很喜欢我。sorry，哎呦，sorry。